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我们赛斯台中分会的灵魂人物，史上最温暖的昭君主任，有请我们的主任上台。你笑起来真可爱，像春天的花一样。来。宝贝，对不起，不是不爱你，真的不愿意，又让你哭泣。雨下不停，雨下不停，星星也哭泣啊！有了你，我感到非常的安全。真的吗？我有那么胖吗？好，那各位所有我们大台中。所有来到我们的现场，还有所有全球我们现在在网上的所有赛斯们，大家晚安，晚上好，非常有元气哈。那非常感谢哈，我们今天所有来到我们与会现场，还有我们在线上的所有的赛斯们赛斯家人们，还有所有的赛斯同学，这次首先呢很开心哈，我们也邀请到我们这个久久非常期待已久的我们许天胜医师来到我们这个现场。但是呢，在这之前，我希望借大家的手掌，我们先谢谢我们台中，我们赛斯台中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志工团，还有我们的辅导师，好不好？我们先掌声谢谢他们。好，谢谢。因为一个活动的举办，其实有需要很多人的共同的发心，共同的一起来完成。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很开心我也很谢谢他们让我们的热情，让我们的生命力再度完成。好，那其实呢，接下来开场呢，我也不知道还要再说些什么，但是对，我其实到台中分会其实不久才半年有余，那有很多地方也需要多学习，还有多跟我们很资深的辅导师多跟我们这里的工作人员多跟我们很多的伙伴一起学习，一起成长。那我想赛斯观念、赛斯心法它本身协助我很多。好，那首先因为我在14或15年前差不多了我本身就是一个癌友。那因为接触许天胜医师他所推广的赛斯心法，所以我今天我还可以在这个道途上继续学习。我为的就只是认识我自己，但是呢，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好了。我觉得慢慢学习，你会希望能够利己。最后你能够利人，而且最后我们一起来完成，然后利众生。那这个可能就是我到现在我还持续在这个位置上，或者是这个学习者的角色上一直在学习。好，那还是会非常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所有赛斯教育基金会我们所有的课程活动。那我们也很需要大家的支持毕竟我们就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我们靠的都是大家这样推广的心。也希望在座今天你听完以后，你也一起帮我们去推广，帮我们去分享。大家说好不好啊？好温暖谢谢大家。好，那谢谢我们的主任。那在活动开始之前呢，想要借用这个场地跟借用大家的掌声，我们要颁发一个顾问证书。那首先呢，有请我们的林玉问顾问上台。好，那帮我拿着，站在这里。好，那我们有请今天许医师有在场，我们有请许医师来为我们颁发这个顾问证书。会不会太大了一点？我们台中分会特制摄影师，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林玉文顾问。
给你唱。开了，开了。玉问老师，你不是说抱抱前要先吻？我可以抱你吗？可以哈。是有你的地方就有爱。据说啊，许医师在深圳麦田直播，有问必答。化身为Foodpanda哦。今晚我想来一点潜意识烧烤套餐意式化海尼根来一手。许医师呢会在今晚为在座的各位以及线上的朋友送上你心中所思所想所爱，在你心中开始点餐吧。咱们请许医师Foodpanda送，请许医师上台。许医师又翻墙了。是。咱们许医师呢要现唱，对。没有，是大家要唱，我陪大家唱。是，许医师说我们大家一起唱。好，我们刚刚有预习哦，对，找到的朋友都已经唱了哦。好，预备备，1 2 3，对面的赛事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对面的赛事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赛事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赛事们的心事还真奇怪。这个重点你来，重点你来，来，好吧？来，赛事们，来，赛事们，请有请许医师。基本上我就是做道具时间还没到，那个主任再上来把时间用完。好了，先放着。还有5分钟哈，所以还没到。这个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好，你知道我们的我们其实来，也非常谢谢我们2位主持人，来，漂亮的主持人再出来一下。5岁吧，今晚的5岁吧，5岁耶，对吧？哈哈，真的非常谢谢我们志工团哈，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招募我们34台中正在广收这个身心灵志工。好，那这身心灵志工呢，里面就是有我们的主持组，这个很拗口哈。那这2位漂亮的主持人，其实他从不要看这样短短的哈，这个哩哩啦啦的前30分钟哈，其实他们 run down 了很久啊，然后还很认真。重点我觉得常常是那个精神，对不对？对，他们好重视，然后他们好认真。那因为我们都不是专业嘛，我们其实34台中能够请到能够有这么漂亮的主持人，我就已经觉得很满足了，对不对？好，那所以其实很谢谢他们，好，非常感谢，谢谢。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因为看2张海报贴在这里，这是什么样的活动？好，那这个活动就是首先我还是要再一次借这个机会非常感谢我们34台中由育问顾问他发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证书。
那大家手中都有一个号码牌，对不对？那这个号码牌除了由它发起之后，我们所有赛斯台中的志工，还有我们的学员啊，自己在学习的学员，都主动的捐书、买书来赠送给每一个要来聆听讲座的人。那所以每一个人，如果你有号码牌，就有一本书。可是很抱歉，如果你手上没有号码牌，就是我们发完了，但是没有关系，好，不用遗憾，因为我们这边呢，现在呢，我们前面的书我们就把它带走，好不好？我们呢2本500，4本1000，好，而且我们还赠送我们的 CD， 好，这我们 CD 是很有历史性的哦。啊，早年大家在座很多人都是因为 CD， 对不对？这里先要讲一个笑话，因为我们赠送 CD， 那很多同学就会说，那现在没有人在听 CD 啦，也没有这个 CD 播放器啦。各位，我们送 CD 不是要让你听的，是要让你当杯垫的，然后是要让你加水，3碗水。熬到1碗水，喝下去就可以治百病，好不好？好，所以这个 CD 不是来让你听的哈，是来让你感动的，让你感受的。北大百货应该还有 CD player， 我有买，我买了一台放在我家给我妈妈80几岁的妈妈听。真的，哈，那其实对他们来讲，有时候很无聊。其实有一个声音，尤其是许医师的声音陪伴他，他真的觉得啊，触笔就给触笔耶安呢。很多人还是不习惯网络，还是用一个东西在手上这样绕啊绕啊。是。对。那我这样拖了几分钟呢？好啦，那其实在这里我还是要非常感谢我们所有在赛斯的学习者。好，那因为有你们，然后也愿意来到这个场地下次我觉得还有几个洞我觉得还有几个洞没有补满。好，下次大家一定要够开修修雄厚嘞，这走道我本来是幻想着。好，还有这里通通要给他做满，好不好？那就表示下次呢，我再鞭打一下我们那个美丽的主持人，穿的不够少。但是各位自己人来，还要带2个人形立牌，对，这样的位置就占满了。对。那其实说不焦虑是骗人，但是其实我来这之前，我们营运长问我准备好了没有？其实我只觉得，我们的工作人员很尽心，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也都玩得很开心。所以你问我会不会满，我真的觉得，其实我心中满满。哦，真的，我觉得我的感觉满满，因为心里就是7月到了，就算人没有坐满。其他界还是会把它做得满满的，是，尤其是农历7月，对，就是有形的、无形的，好都在，好，我们都一样开心，我们一样都欢迎，是。好，那既然主任在这里，我们就要请他先来跟各位分享因为今天的主题是活在当下，是潜意识意识化。来，请问一下主任，你自己怎么样活在当下？对，因为刚才提到你很焦虑嘛，焦虑我还要再讲一个笑话，因为之前也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到底我们怎么处理我们的焦虑，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的焦虑？那后来就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方法就是你去买一串绿的香蕉，去买一串绿的香蕉，因为焦虑嘛，香蕉是绿色的，然后你就把它放在家里下面可能放一点营养液啦，或放一点这种培养土还是怎么样之类的然后这一串绿的香蕉，它就会慢慢的变黄，就代表了你开始不焦虑了，而且它变黄是一根一根的变黄，你不但不焦虑了，还有香蕉可以吃，而且吃香蕉的时候，有时候香蕉皮听说也含有非常多的 serotonin， 叫血清素，那血清素也是让我们不焦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脑中的一个化学物质。
所以我们不但可以看到每一根香蕉都变黄色的不焦虑的过程，还可以吃到香蕉皮。所以后来有一次我去赛斯村，我真的刮了一串香蕉，然后就放在诊所，然后写了4个字牌子在那边，叫禁止焦虑，禁止焦虑。好，然后后来香蕉就变黄了，然后就一人吃1根，大家就不焦虑了。对，徐师每次的笑话都很冷。对，好，如果他最近还有一个很好的笑话教给大家，反正呢，大家开心笑，就又你知道吗？笑的细胞就多值了多少？就是他常说，最近如果你很纠结，就要干嘛？要听周杰伦的歌演唱会。所以下次如果你的朋友告诉他他很纠结怎么办？放周杰伦的歌让他听，他就不纠结了，就不纠结了哈。好，来你自己怎么样活在当下，然后你怎么样把你自己的潜意识意识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每个主任最头痛的，每次自己定题目都要还被考啊。只是这张那安呢聊必配安呢，其实很难活在当下哈。比如说现在在座的每一个大家，你们现在真的都听到我们现在所说的内容吗？还是你突然在想，我家里那个儿子回来了没？我现在那个洗衣机衣服洗好了没？还没晾，对不对？我们好像很难，而且好像我记得许师常说一个，就是我的这一刻好像只是为了下一刻，就我一直记得，就像我现在这里真的讲话，就像赶高铁是为了坐上高铁，对，坐上高铁是为了到目的地，对，然后约会是为了要结婚，对，或者进餐厅是为了要吃东西，对，吃完东西就等着要上大号。每件事都是为了下一件事。就像我现在在这里讲话，为的是什么？等一下可以下台，再下台，这样知道吗？就我们的这一刻好像很难就定住在。他讲得很好，因为我记得以前很早之前我讲过一堂课，来，各位先把这句话记起来。如果这一刻不是为了下一刻，课不是功课的课，是那个时时刻刻的刻。如果这一刻不是为了下一刻，如果这件事不是为了下一件事，如果你对别人好不是因为希望他喜欢你，或希望他报恩，或你爬山不是为了到山顶，那么这一刻是为了什么而存在？好，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哲学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回来自我面对的问题。因为我们一辈子做这件事都是为了下一件事，我们都是有目的性的在做一件事。于是似乎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真的在做这件事，因为我们是为了下一件事而做这件事。于是我们从来都没有真的活在当下过。是，来，活在当下它有个很有趣的比喻，如果我做这件事不是为了下一件事，如果这个 moment，this moment， 这个片刻不是为了下一个片刻，那么它是什么？因为唯有这一刻不是为了下一刻，唯有这个 moment 不是为了下一个 moment， 你才有可能活在当下。比如说你可能登山，你从头到尾只是为了要登顶，从头到尾只是要把这个山爬完了，于是你错过了路上所有的风景，你错过了路上你遇到的每一个人，你错过了你沿路的每一朵小花跟小草。于是当你最后达到你的目的了，可是你却失去了所有你的过程。所以我们几乎有可能一辈子都从来没有活在当下过。对，就是如果我现在只是急着要一直想，我要等一下就可以下去，等一下就可以下去。对，或者我做这一餐饭，我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
享受这餐饭，因为我只是为了把饭做完，只是为了大家赶快把饭吃完，赶快把碗筷洗一洗，赶快洗一洗，赶快来休息，然后赶快去睡觉，那我明天继续做奴才。所以如果你站在这里只是想着等一下马上要下去，你就不可能心安自在的真的在这里一直站下去。对，因为你只想要逃走，对，只想要赶快结束。真的，我就没有办法好好享受在你们每一个眼神，你们每一个笑声，你们每一个专注，对不对？对，还有感受现在你站在这里的氛围，是感受现在许医师就在你身边，这样的出双入对。真的下去不要打我那至于潜意识意识化，其实我们呢其实是很刻意用了一个别人可能听不懂的别人看不懂的这样的一个这算是心理学名词吗？应该也算是，也算是，对不对？你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用一个这么炫的名词来忽悠大家？因为我们就是这么炫的只是希望我们都喜欢这个忽悠别人，或者是假装我们很厉害，假装我们很有学问，很难懂，对，很难懂很难懂才很有学问。对，要难懂才有学问。其实很多人听许医师的演讲，常常会跟我们说。伊讲的迄我拢知啊，伊讲的迄我早就拢知啊。可是很奇怪，知是知就跟他知嘞，拢做袂到，对不对？好难哦！这一刻怎么可以这么的安住在这里，享受在这里，而不享受在我等一下赶快逃走？对，就像一个家庭主妇在煮饭一样，你是不是只是想赶快把饭煮完，然后赶快大家吃一吃？赶快等一下洗碗，那么你可能一辈子都在匆匆忙忙。我就是这样对，可不可以在煮饭的这一刻，你跟饭合而为一，变饭桶的概念？在煮饭的这一刻，你跟煮饭的这个行为、这个动作合而为一，以便在那一秒的时候，就好像天地宇宙呢那么长，于是，在那一刻，你的感受被无限延长了。于是，在那一刻，你感觉到宇宙从来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哇，你好像在写诗哦。但是我的确有一个经验，在我很忙碌，然后那一场在癌症疗愈的过程里，其实我真的有一个经验，就是我好像终于比较体会到我以前的忙忙碌碌，然后一直急着去处理事情。就真的，我有一次洗菜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接触赛斯心法，然后也一直听着许医师的 CD。那我好像突然有一天知道说我洗菜那个水流，然后我跟着那个叶片跟着水流在洗，它在流动。但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好像比较来到我好像生命里面，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感受到那一刻？是。好，这里我要举个例子哈，大家不知道看过布莱德比特最新的一部电影叫《F1》。好，那《F1》这部电影其实还是建议大家看哈。那据我太太的说法，她觉得比那个《不可能的任务》阿汤哥的那个最终版还要好看。好，那布莱德比特的《F1》这部电影给大家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好，因为这是布莱德比特从影20-30年以来卖座最好的一部电影，但是现在却是他这一辈子最老的时候。所以各位，你之所以还没有红，是因为你还不够老。好，所以去看 F1 这部电影，他就在讲一个赛车手。好，当他变成一个 F1 选手的时候，就像刚才昭金主任在洗菜的时候，后来他并不追求冠军，他也不追求第一名。后来很了解他的一个工程师就提到了，原来布莱德比特他最后当他在开赛车的时候，他在追求一个活在当下那一瞬间。当他快要冲向终点的时候，他觉得时间、空间消失了，
所有 F1 的观众也都消失了，所有旁边的喧闹也都消失了。各位，整个天地就剩下他自己。他说那种感觉就像他在飞，他的灵魂飞起来了，因为就在那一瞬间，他终于明白什么叫做活在当下，因为他这一辈子就是在追求这种感觉。他既不是要得第一名，他也不是要打败所有的人，他要的是在那个当下当中，他感受到的平静、喜悦跟丰盛。我觉得我眼前都没有消失，我一直在关注着，哇，嘉伦，然后什么，哎，我认识你，要叫不出你名字，我一直在点他还有没有填满。我跟你讲，那你的心好乱。对，境界不一样，所以我还要继续学习。好，你还没开始讲怎么把潜意识意识化，他把他忽悠过去了，他以为这样子就可以逃掉了。比如说你曾经把一个，我到底要说你曾经多你曾经怎么样一个东西，本来是在你的潜意识里面，最后你把它意识化了。哦 ，OK， 好。我先解释一下这个题目哈，因为第一个大家知道许医师是精神科医师，第二个大家知道许医师最擅长的是做心理治疗。那你们知道心理治疗最重要的一个过程是什么？就是帮助个案去探索他的潜意识，探索他的潜意识。那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不被了解的潜意识，一个被压抑的、扭曲的潜意识，它就会产生能量的阻塞，它甚至是所有你身心疾病的根源。那等一下我会举例子来讲这件事。来，好，那引导的真好。好啦，我说一下哈，我的潜意识如何意识化。我其实当这个进来这个基金会的行政，因为我之前是辅导师，我真正进来这个行政当主任其实不久，我还算是个菜鸟。那我最早其实就是在嘉义分会。那为什么我要从一个辅导师变成一个基金会的主任？因为呢那个时候有一个变动，然后呢我的伙伴就一个一个上去当主任了，对不对？那我在下面的我呢，我就开始觉得，那个时候几个地方营运都不太好，那都需要没有薪水的主任，好，那个时候的我呢就开始喘，就开始心里面有一种涌动，因为你的伙伴都上去了，你朋友都去了呀。你嘞，你会不会有一个自己？就是你的同事都升主管了。哎，对，你那个心情有没有？或是你的闺蜜都嫁出去？哎，对，各位，你还要不要活啊？是。这里我先讲一个笑话。以前大陆山里面会打劫嘛，那就有一车就被抢劫犯打劫了。那打劫他们就是，劫财跟劫色，那个车上可能大家比如说有10个女性，那他叫劫财跟劫色嘛，后来就找了9个他们认为还不错的，就要带走。那被留下那个人，对，那已经不是，就你以后你出去你怎么见人？你接下来你怎么活？就全车的女生都被打劫带走了，因为长得还不错。就留你一个人在那里坐，你不要动，你坐那里，我们没有要你，其他跟我们走。就后来那个被留下来的就很愤怒，就号召全车起来反抗，结果就成功把抢匪击退了。因为如果没有做这件事，他回去他怎么过日子，对不对？对，同样的心理，对。你会不会有一个潜意识里面有一个感觉？其实感觉看不到的才叫潜意识嘛，看得到就不叫潜意识。你看不到的那个自己有一个感觉是，哇，好羡慕哦，哇，好好哦，哇，会不会当个主任有个名头，挺不错的呀。那里面的那个自己，尤其平常也觉得他们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这才是重点。然后呢，对。那我如何意识化？就是
你那个自己，你有没有要为自己表达？你要不要说出来？还是你假装没有？没关系啦。我没有啦。假装没关系，假装不在意，假装不在乎，假装不在乎，对。假装我把这好呀，可是你就是没有嘛，你就是没有，对不对？你们就是没有站在我那个许医师旁边在这里啊，对呀，你会不会有感觉？那羡慕我们双宿双飞吗？赶快来当我们的不知心主任。对。好，那意识化就是我把我那个感觉，我把我那个想要说出来，我自己举手。那我好了，我也要上去，我也要，你敢不敢说我也要？把那个潜意识、羡慕、嫉妒，或者是好想要的那个自己说出来，然后去表达，借由你的行动，那你才有办法意识化啊。老师，这样可以吗？又急着讲下去了。好了，我们谢谢昭清主任哈，谢谢。好，那我先跟各位介绍3本书哈。来，好，这本赛斯书叫《赛斯说》，就叫做 Says Speaks， 它的繁体版的书名叫做《灵魂永生》。哎，那个对，那个脸是谁的脸？这个真的很厉害，因为我的乳名就叫阿雄啊，他在一个熊的脸上贴有上我胖胖的脸。那这个脸为什么把我弄这么胖呢？是哪个人做的？各位，他的潜意识就是嫉妒我。那这个脸是谁做的？那故意把我做这么胖，他一定是故意的。他的潜意识就是嫉妒我。好，来，我的乳名就叫阿雄哈，弄了一个熊的脸。好，这个本是灵魂永生。好，但是在大陆出版赛斯书，如果印“灵魂永生”这4个字是不被允许出版的，所以我们就回到它的原来真正的名字，就叫 Says Speaks， 叫赛斯说。好，那为什么跟各位介绍这本书呢？就是如果你周遭有些朋友或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的同学，他们已经开始习惯看简体版的了，或是你们有认识大陆的同学，对追求身心灵有兴趣的，麻烦跟他们说，在大陆已经正式出版简体版的赛斯书，来鼓掌。好，所以不管三民主义要不要统一中国，我管不到，但是赛斯心法一定要统一世界。好，来第2本《神奇之道》，那总共出了5本了。还有个人实相的本质，还有一本是什么？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对，那这本书是神奇之道，一样简体版的赛斯书。来，再来是健康之道，最后一堂赛斯课。好，一样，如果你们在大陆有亲朋好友在学习身心灵的，一定要跟他介绍简体版的赛斯书。那也谢谢我们在大陆的推广单位麦田心灵。好，我们给麦田心灵鼓掌一下。好，那还有刚讲徐医师最新的新书，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孩子不说，父母该懂。没有，这里没有。这里没有，那我们今天要讲什么？有的来。哦，你好棒哦！今天没得卖是吧？已经卖完了是还是？到分会。到分会买是吧？你们故意的，你们故意的哦。好，徐师最新的新书，孩子没说，但父母该懂。好，那我先介绍一下这本书，其实比较特殊的地方，它是从一个成年人，如果他有焦虑、强迫、恐慌或忧郁，那到底他的童年是怎么经过的，或是到底当年他的亲子关系，或是父母跟他互动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过程？于是他长大之后可能会有这些历程。所以这本书是许医师30年的临床医师的经验，
我当医师到现在30年了，所以从看到一个儿童到慢慢这个儿童可能长大之后，也许是精神官能症，也许是精神疾病，或看到一个成年人，他可能是有精神官能症或精神疾病的诊断，那回去探索他的童年，探索他的原生家庭，探索他的亲子关系，而到底他现在的精神官能症跟他过去的亲子关系有何关联？所以这本书可以带领各位去回溯你的原生家庭，把很多你本来怀疑的、猜测的、不明白的，从潜意识浮出来。从潜意识浮出来，什么叫潜意识？就是每次我跟我太太吵架，我太太就跟我说：“你就跟你妈一模一样。”我说：“哪有？”对，这就是潜意识。或者每次我跟我太太吵架，我就跟我太太说：“你跟你妈就一模一样。”你看，哈，你妈每次就大家还没有吃完饭，就开始急着要收碗筷，然后每次就是大家在那边吃饭，然后她就在那边洗碗筷。你看，你现在不是跟他一模一样？你看，我都还这一口饭都还没吃完，就把我收走了，我急着要把碗筷洗一洗。你跟你妈不是一模一样吗？对，她不承认，那就是什么？潜意识。什么叫潜意识？你越活越像你的爸爸妈妈，但是你不承认。你照着镜子看到里面那个人，你就觉得你是啊。可是我如果说你是，你会不会跟我生气？会，你会跟我生气，因为你不想承认。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惹大家生气。让你去面对你不想承认的什么潜意识。好，所以这本书会让各位去回溯你的原生家庭，好，回溯你成长的过程。那如果你是一个爸爸妈妈，你是个爷爷奶奶，你现在就知道你什么样的亲子关系，什么样的教养方式，你的孩子将来会变哪一种精神病跟神经病。各位，他在讲亲子教养，他在讲亲子关系。比如说，我们社会常常会有一个现象叫恐怖情人。那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教养方式，会你的孩子未来会变恐怖情人？或今天什么样的教养方式，你的孩子将来可能会有忧郁？当然你自己本身、父母亲本身可能也是有一位有忧郁。另外一个，你怎么样的亲子互动、身心灵的教育，你的孩子将来变成忧郁症的几率很高。所以这本书就是这样来的，好不好？好，那这本书就是基本上也就是人手一本的概念啦。好，那这本书现在也正准备要在大陆出简体版。好，反正我们赛事文化的书都是先有繁体版，再出简体版。来，鼓掌一下。好，所以我们开始来刚讲活在当下。刚谁在笑？来分享一下活在当下。好，没有了。好，我先讲活在当下。许医师要先结合赛斯书的心理时间的概念，然后我要来结合所谓的过动症，所谓的注意力不集中，我来结合什么叫做专心，什么叫做分心。好，简单来讲，一个能够活在当下的人，就是他能够在当下培养专注的习惯。专注的习惯，那简单来讲，如果一个小朋友他能培养专注的习惯，比如说专注的画画，比如说专注的写功课，专注的算数学，或是非常专注的打网络游戏。来，各位，非常专注的打网络游戏，好，打到天崩地裂，好，他都没有觉察到。来，各位，所以首先我要讲，我们要培养专注的习惯。来，我试着再讲这个概念，然后我再跟大家讲什么叫正念。知道大家很流行正念吗？很流行正念。来，我跟各位讲，正念其实从头到尾跟正没有关系。正念从头到尾就是在训练你活在当下的能力。正念跟正面思考没有关系哦，正念跟正面思考没有关系。正念的起源是因为我们的头脑要么就是在
后悔过去，要么就是在担心未来。正念的起源是针对焦虑、失眠或恐慌，所有的精神官能症的患者。好，所以正念的意思是什么？我可不可以在这个时候，我有能力摆脱我所有的负面思考的模式？我能不能在此刻我不担心？我不担心。我能不能在此刻我不要去后悔我的过去？我不要在此刻不断的担心我的未来，或我人在这里，我在想家里的那个小孩有没有在写功课？我人在这里，我在担心我的女儿在外面有没有交到坏朋友。因为你人在这里，但是你却不断的去担心赛斯心法说的叫4条街外的恶犬，意思是说你根本没有活在当下。好，所以活在当下代表什么？代表你把你的意念从后悔过去，从担心未来全都收回来，它让你集中在你现在的这一刻。比如说，各位，你现在把焦点放在你的屁股，你的屁股接触底下的座位的感觉是什么？你右边屁股比较重，还是左边屁股比较重？那感觉你的裤子穿在身上的感觉，感觉你现在的脚趾头是温暖的还是冰冷的？感觉你现在香港脚有没有一点痒痒快要发作的感觉？感觉你现在5个脚趾头的温度是什么？感觉你现在屁股左边压力大还是右边压力大？感觉你现在的屁股紧紧的有没有？还是你刚好肚子现在快要塞几卡车的感觉？有些话被挫塞的感觉。各位，去感觉你现在所有的屁股跟你的膝盖冷冷的还热热的，然后你的小腿的肌肉酸酸的还是紧紧的。那感觉你的脚趾头接触鞋子的感觉，你是穿拖鞋还是穿球鞋？脚趾头是紧紧的还是松松的？脚趾头是湿湿的还是干干的？像我现在的脚就湿湿的，因为我就是比较那种，所以我就因为对我的脚就常常会容易出汗，对，出汗。好，然后就去感觉你的脚。来，各位仔细听哦。当刚才我引导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有没有在想其他烦恼的事？没有，这就是正念。正念就是跟屁股有关，这样了解吗？这是笑话了。正念就是你有办法把你的意念、你的眼耳鼻舌身聚焦在某一个你专注的方向。好，不管你专注的是你的屁股，好，还是你的头，还是你现在的耳朵，因为当你把焦点集中在 A， 它就不在 B。各位，当你全心全意的注意我，你就没有在注意其他的东西。这样各位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当你全心全意的在烦恼一件事，你就没有在烦恼另外一件事。所以我们怎么帮助一个人不要烦恼这件事？就是让他烦恼另外更重大的事。我记得这个我讲过一个笑话，一个人以前觉得他家很拥挤，很拥挤，去问一个师傅，师傅就说：“你们家这么拥挤，我教你，再放2只鸡进来到你们家里面，再放4条狗进来，再放6只羊进来。”他的学生就说：“不行啦，家里拥挤死了，挤死人了，死掉都没有空间了。再放
10只马进来，他说不行，活不下去了。师父就说，那现在全部把他们通通赶出去。他就觉得好空旷哦。各位，其实有改变吗？什么变了？你之所以现在的伴侣不好，是因为你下个伴侣更烂，这个伴侣就会是好的。你之所以现在觉得自己很穷，是因为什么？如果你接下来更穷，你现在就不穷了。现在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人心理学真的很有趣，各位。所以你现在觉得自己有钱跟没有钱，幸福跟不幸福，很多时候它不是一个绝对值，它是一个什么比较值？来，之前不是个笑话吗？好，3个人流落到一个这个野蛮的荒岛上，然后那个土人食人族就说：“我要把你们3个都吃掉，煮成汤喝掉，煮掉。好，但是有一个方法可以放过你们，你们每个人去收集10颗水果。”过关就放过你们了，对。就第一个人去收集10颗小番茄，食人族就跟他说：“好，这10颗小番茄你通通从你的肛门塞进去，我们就放过你，就不把你煮来吃。”各位，然后他就塞到第9颗的时候，快要活不下去了。看到第2个人很高兴的拿了10颗芭乐回来，那拿了10颗芭乐的人。食人族就跟他说：“你一样，你如果有本事把这个10颗水果塞到你的肛门里面，我们就不杀掉你，就放你平安回家。”各位，他塞到第3颗的时候，他实在已经生不如死，活不下去了。看到第3个人拿了10颗榴莲回来，他一下子又解脱了。你是那个拿10颗榴莲的人吗？对，第3个人很高兴拿10颗榴莲回来，因为他不知道那个是要塞在肛门里面的。好，来，我再回到活到当下。当你集中焦点在 A， 你就不集中焦点在 B。各位，所以透过这个练习，让你知道你是可以离开焦虑的。各位，明明就知影无应该阁想伊，但是就是每届拢阁想起伊。各位，你离不开那个焦虑。来，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部电影，它是讲一个治疗师在治疗强迫症的患者。强迫症的患者就是不断的检查，不断的这个洗手啦，不断的重复动作吗？好，那个治疗师借由让他一个最在乎的事情发生，各位，那个个案当场强迫症就不见了，因为更在乎的事情出现了。来，各位，来，这件事实是什么？就是当你在痛苦、你在焦虑当中的时候，你知道有个方法可以让你离开。来，所以讲徐氏的治疗很坏，我是一个很坏的治疗师。大家知道，徐氏面对的病人都是要么是癌症末期的，要么就是很多身心困扰的。可是我的治疗风格很诡异，我会同理你。要不要讲讲？这个你的孩子才在高中高2就癌症过世了，你当一个妈妈那个心痛，要不要跟许医师讲一下？这么年轻的生命，对啊，然后他就开始哭啊，怎么样？好，后来我就讲说其实孩子走掉了，好像我们也蛮轻松的他就又想笑又不敢笑，因为这时候在悲伤中嘛。各位知道我多坏了我再跟个案讲一件事，什么件事？你纵使在最悲伤，你都有能力什么离开那个悲伤。所以我不会解决你的焦虑，但是我会带你离开焦虑。你随时要回去，你随便，你爱多焦虑就多焦虑。我只是告诉你，你有能力离开焦虑，而且会带领你离开焦虑。掌声呢？各位，你现在明白徐师在说什么吗？痛苦也是，我可能没有能力化解你的痛苦，你爱多痛苦就多痛苦。我只是告诉你，在思心法有能力让你离开那个痛苦，离开1次、2次，第1次离开3秒钟，第2次就能离开6秒钟，第3次就可以离开6分钟，护一生，6分钟可以护一生。各位，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其实并不受到我们痛苦跟焦虑的局限。人生再大的痛苦，你都有能力离开它。我只要讲这件事，而且当你练习的，你就发现离开并不难，所以就没有任何的痛苦是过不去的。所以为什么很多忧郁症人来看我，后来他就很讨厌来看我，徐医师都在摧毁我的忧郁，好坏哦！跟徐医师这样讲话，我还怎么忧郁下去？我就忧郁不下去。各位，就好像你就是明明你要潜水，这样一脚给你拉住，要潜又给你拉住，你潜不下去，那干脆不要来了，因为我破坏他的忧郁，我破坏他的痛苦。好，我们再回到刚这个部分。所以徐师只是告诉各位，当你在人生的焦虑跟痛苦当中，其实你可以经过练习，你可以经过学习，而让自己有能力离开。那当你有能力离开，你就可以把这个成功扩大，你就会觉得你不是无能为力的，你不是无能为力的。而当这个不是无能为力的感觉起来了之后，你就不会想要自杀。因为所有想自杀的人一定觉得无能为力，是啊，所以其实上课会讲很多笑话。有时候我妈妈最近我就很开心，妈妈最近又开始会骂我了，她又开始疗愈了，活起来了。那3月底才进加护病房，然后左边大腿骨完全断裂，股头完全断裂，而且这个股骨跟这个髋臼完全分开，他整整断了5天之后才被发现，因为他本来就卧床跟坐轮椅啊。后来是我从马来西亚出差回来，那天晚上跟着我二姐送到急诊去，然后这个一打开整个完全就，所以我才讲骨折真的不要太担心，先放5天再说。整个大腿骨完全分裂哦，整个分开哦5天。后来就手术嘛，打那个髓内钉，骨髓的髓。然后4月、5月又经历了2次，急性的这个肺积水，又进加护病房。然后当然老人家嘛，过完年92岁又在洗肾，本来就坐轮椅了，就卧床到这个屁股长褥疮，卧床到耳朵都长褥疮，因为没办法动啊，各位，就是已经是准备随时要走的时候，在那时候房价最好的时候，房价最好的时候，结果现在房价又不好了。对，好了，这讲笑话。好，那我妈妈让我看到什么？我才回到赛斯心法的一句话：一个没有准备好要死的人，一定不会死。那我爸爸就在11年前，在浴室刮胡子，坐下来马上就死掉了，1秒钟都不延迟。对，我爸爸1天住院都没有，1天的卧床都没有，人好好的在刮胡子，坐下来就走掉了。那我妈妈跟他讲好多次，妈妈真的没关系，我那么辛苦，真的阿弥陀佛会来接你。妈妈真的你不用担心我们每个都会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妈妈真的如果你真的那么信阿弥陀佛，他会来接你。妈妈不用担心，如果妈妈真的活得那么辛苦，你真的是可以让自己去做快乐的选择。怎么说他就是不走。然后手跟脚，右手也骨折，左手也骨折，右大腿也骨折，左大腿也骨折，还是一个洗肾的91岁的病人，他就是不走，因为他没准备好要走。各位，是啊，现在又慢慢在恢复，你也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以这个东西真的让我觉得，对生命来讲，生命绝对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我再回到潜意识。因为我爸爸做事就是绝对不拖泥带水，我爸爸做事的是，所以他坐下来他就走，他1分钟都不留给你，他1秒钟都不留给你。我妈就是公公也个等海，公公也个等海，我妈就是慢慢来，慢慢来。来，各位，这就是什么？潜意识，这就是潜意识。所以我常跟各位讲。一个人所有
死亡的方式跟什么时候会死，什么方式死，各位，其实都来自你的什么？潜意识。我其实刚刚没有要大家鼓掌，但还是谢谢各位鼓掌。好，我继续讲潜意识。大家知道徐医师是精神科医师，我是一个心理治疗师。我这一辈子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帮一个人意识扩展。如果我回到赛斯心法来讲，赛斯心法讲什么？我们内在的爱、智慧、慈悲、创造力、喜悦跟神通。那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属于内我的特质，把它变成你的意识的一部分？来，这是一个比较就近的概念。但是我们讲身心疾病好了，来，我来举个例子。最喜欢说我太太的坏话。有直播的，我要给我在台中，有点台北。好，有时候我太太小指头就是长那种类似像富贵手，好像她的体质容易过敏，富贵手。好，那就她就自己去乱买一些药膏来擦，越擦越严重。刚开始好像好一点，越擦越严重，就好像一个结疤，你知道，好像一个那种结痂哈，就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后来就去看皮肤科，那当然它是一个皮肤的问题。可是大家知道，许医师钻研了30-40年，所有的身心疾病都是潜意识的语言。白话就是潜意识有话要告诉你，但是自我意识不一定想听。就像你跟我说我很像我妈妈，我会跟你翻脸一样。耿华，你就个性跟你爸一模一样。各位，就像有人告诉你，弟子在录啊，赶快！像以前我爸妈吵架，就是各位他们怎么吵的内容，我都可以背起来了。吵到后来，我爸就讲一句话：“你子在录啊，赶快啦，啰嗦个10年啦。”然后我妈一听到人家说她廖家，就干嘛？就俩讲啊！你为什么这样讲我们廖家？我是安怎？我廖家是安怎？我当时生我母啊！我母无地心，我兼无卫生，我打小孩讲我生我母啊！我哪里像我妈？那我妈就生气啦，就生气啦！来，各位，很多夫妻吵架是不是这样？对啊，所以你们有什么心里的秘密，不要跟你的伴侣讲，来跟諮商师讲，他就不会把所有东西都变成攻击你的武器。好了，这是笑话了哈。好，但是这个东西还是要经过训练。有时候你越多东西让对方知道，吵架的时候他就越拿这个东西来攻击你。对啊，就是你跟对方越坦白说你的内心，吵架的时候他就用这东西攻击你啊。可当我们不成熟的时候就会这样。好，回到刚讲，这个手的部分，后来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你要不要我帮你分析一下，它代表什么潜意识的语言？这个潜意识的语言是我太太不喜欢做家事。那因为你手上如果长了一个富贵手，很严重，你就可以怎么样？不用做家事，不用做家事，不用碰水。各位这样知道意思哈？这是第一个潜意识的理由。可是他本来从小就这样啊，那为什么是现在呢？一定更有理由嘛。好，那他当我太太，其实我很多时候我也不在家，我只要碗有人洗，我没有说一定要他洗啊。所以他很多时候他也不一定要洗碗啊。各位，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问题是前一阵子买了一台洗碗机。洗碗机，好，那个洗碗机是买给我丈母娘用的，那因为女儿心疼妈妈嘛，觉得好像有时候要妈妈煮东西给我们吃啦，或妈妈要洗碗过意不去嘛，就是那要赎罪，大家知道哈，赎罪也是个潜意识啊。我甚至等一下跟各位讲，很多你这一辈子的潜意识，甚至是来自你的前世。你没有破解这个前世，你无法化解前世的业障。
来，我举个例子，为什么有些父母就特别宠爱某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再怎么糟糕，父母亲都会原谅他。有些孩子父母亲就怎么看你不顺眼，你做的对也骂你，做的不对，那当然就是踹你啊。各位，当然父母亲这样做是不对的，可是跟潜意识有没有关系？那某些潜意识来自哪里？前世，这是心理学不懂的。那宗教又会把它当业障，从来没有人把这个业障把它化解成心理学，然后变成心理治疗的一部分，从来没有人。那没有人为什么会知道呢？那就是我嘛，哈。对，就我现在等掌声嘛，谢谢。对啊，对，就这个。因为在你的潜意识当中，某部分虽然你的头脑不知道，可是你的前世所有的经验，尤其是你跟人之间的那个情绪感受，简单讲，你前世你觉得你对不起谁，谁对不起你，虽然你这一世的自我不知道，但潜意识通通知道。这样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所以没有人生下来是公平的，没有人生下来是公平的。有一个小孩就是表现得特别好，父母反而更不喜欢他；有个小孩子怎么样表现不好，父母亲就是觉得他很棒。来，各位，当然我先讲，不是每个都是前世带来的，但是前世也就是你的潜意识。那如果你不了解你的潜意识，你一辈子就会被这东西捆绑，然后痛苦。那如果你了解了，就可以化解它。这样知道为什么潜意识要意识化了吗？我没有要掌声哈，来回到我太太，我很怕现在手举着，你们就要给我掌声。好，我太太买了一个洗碗机给她妈，可是你知道老人家觉得洗碗机浪费水，他觉得2、3个碗我手洗一洗就好啦，干嘛还要浪费那么多水？而且洗碗机那边一转就1、2个小时，那个丈母娘更觉得浪费电，所以买了洗碗机到那边丈母娘就不用，我太太就生气，因为她妈妈不洗，她就觉得她必须要去洗，她必须要去洗，她又不甘愿。各位，他必须要洗，他又不甘愿，因为明明买了洗碗机给你，你又不洗，我又觉得你在洗，我很难过。后来，当他手上这个很严重的富贵手，就可以逼他妈妈用洗碗机。要掌声吗？要掌声！逼他妈妈用洗碗机，因为妈妈你不洗，那我去洗。可是我一去洗，我就给你看，妈。然后一边洗就一边生气，所以他的这个手上的富贵手是在告诉他妈妈，你不要洗。那可是你不洗，我也不想洗。我明明买了洗碗机，为什么最后还是我要去洗？那因为我不想去洗，所以我就长这东西给你看，让你知道我不能去洗。各位，就是你觉得你必须去洗，你又不想去洗。我在讲潜意识的冲突了。你必须出去工作赚钱，可是你又不想出去工作赚钱。你必须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你又不想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你必须每天要煮3餐、打扫卫生，可是你又很讨厌做家事。各位，原因是你的潜意识可能会有一个声音，可那个声音可能被你接受，可能被你什么压抑。所以徐医师说的心理治疗都是在处理这种潜意识的冲突。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徐医师不喜欢开药？因为我的心理治疗比开药有效嘛。一般心理医师他不会做这个治疗嘛，他不会做。各位，徐医师不用开药，我的心理治疗就比吃药有效了。虽然我还是会开药，诊所还是有药局跟药师。对，那每次我们药师都跟我说对不起，徐医师对不起，对你开这个药局都是在赔钱养药师。我说对啊。其实看这么多的个案，我光看门诊，我光做心理治疗，我不开药都比这个效果好啊！各位，30、40年的赛斯心法不是开玩笑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不断的在探索什么潜意识。各位，因为我们一直活在我们的表层，包含潜意识是什么？你的梦也是潜意识啊，你的梦也是潜意识啊，是啊。好，我再回到潜意识的部分，所以潜意识是你们一辈子必须要探索的议题。简单来讲，我们的意识层面是很浅的，包含我们讲的自我意识，包含自我意识要面对外在的世界。我刚讲，你必须要跟爸爸妈妈住一起，
可是其实你不想跟爸爸妈妈住一起，你必须要怎么样？可是其实你并不愿意，或是出于某一个罪恶感，你觉得你必须这样做，但是你心中有个声音，其实你并不想。好，我再举个例子。好，其实有个个案，我看他已经看了10年了，看到我都怀疑人生了。这个医生真没用，看一个病人看10年了还没看好。好，可是各位，他也一直在吃药，当然药他是去另外的大医院拿的。好，我没有跟他讲你不要吃药，来看了我10年了。对啊，好，看到我真的都自己都快忧郁了。有一次这个个案，他可能自己也感受到许医师的痛苦，他就那天就真的跟我说，许医师，其实我真的不是忧郁症好不起来，是我不想好，我完全不想好。各位，你知道为什么他不想好吗？因为他身边分2组人，一组是他妈妈跟哥哥，就不断的去节省，不断的去这个苛刻自己，但是却不断的也是在欠卡债，哥哥跟妈妈不断的去每个月都缴最低的那个还款的，然后他们家另外就是他阿姨就拼命赚钱，可是自己也不花。后来这个人有一次就在讲，他在家里每天躺在床上，这个吃东西、睡觉，逛网路、买东西，他觉得好快乐。他不想成为他妈妈跟哥哥那个样子，都依赖别人，也不想成为那个阿姨，老是赚钱给人家花。他跟我讲，他根本就不想好起来。也好起来，他就要负责任；好起来，他就要去赚钱；好起来，他就要去承担一个成年人应该负的责任。各位，因为他的忧郁症给了他想要的人生，他的忧郁症给了他想要的人生。来，各位，我再跟他讲个笑话：如果今天我是上帝，我突然把他忧郁症拿掉，他会更忧郁。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就铁条改变弄，因为他已经很习惯这个忧郁了，很习惯以这个忧郁作为他的什么挡箭牌、护身符。因为他有这个忧郁，他一直休学，一直休学，一直休学。他有这个忧郁，他可以一直不去工作。有一次他跟我讲，其实不喜欢去工作。工作又要打卡，又要被要求，要朝9晚5，要学东西，其实我都不想，我只想要不工作有钱花。各位，对，后来我就看了一眼我太太，我太太就在那边笑，因为我太太也是这样的人。各位，来，我问各位，如果你一辈子不工作有钱花，你要不要去工作？大声说。但是如果你一定要工作才有钱花，可是你又不想去工作，来个忧郁症好不好？好。所以这个忧郁症看起来是你得到忧郁症，其实是你创造这个忧郁症。这就是赛斯心法厉害的地方。你以为你是受害者，其实你是创造者。你跟他是 codependent， 就相互依赖，你不能没有他的。所以那个人10年忧郁症没有好，因为他不能没有忧郁症，没有忧郁症他就要直接面对他的人生，面对他必须要完成学业，必须要去赚钱养活自己，可是他又不愿意，他又不想。各位，所以很多我们所谓的身心疾病，都是你的身心状况呈现给你看，是有一个你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来，我们再讲癌症好了，大家知道许医师专门治疗癌症。来，我再讲这个概念。赛斯说过一句话：你引导一个癌症，他现在是有癌症，你让他栩栩如生的去想象他的癌症已经痊愈了，
他现在已经完全没有癌症了。各位，你觉得他会很高兴，对不对？啊，因为那以自我层面，谁不想要没有癌症？谁想要生病？你脑子有洞啊？你去问任何生病的病人，你想生病吗？怎么会想嘛？对不对？没有人想生病啊。但是他如果是个癌症病人，你要他去想象，他完全没有病。各位，赛斯说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恐慌。所以我先跟各位讲哦，你们要学赛斯心法，学许医师的身心灵观念。来，我跟你讲，你们的脑袋一定要，对不起，180度转过来。因为我跟你们讲，潜意识的语言跟自我完全是相反的，有时候完全相反。我举个例子，各位就懂我的意思了。比如说，你回去问你的朋友，我昨天梦到好多棺材耶，那你就问你的朋友，帮我解一下梦。那朋友第一句话会告诉你什么？升官发财。棺材，棺材，升官发财，表示你最近要，这样各位懂我的比喻吗？可是对自我意识来讲，棺材当然不是好东西呀。那对潜意识的语言，棺材可能是什么？升官发财。所以当你们想探索潜意识，你们一定先要放下自我的框架、执着跟自以为是，否则你们根本进不了潜意识。就像我太太跟我吵架，跟我说你就跟你妈一样，我说对啊，我跟我妈一样啊，对啊，歇斯底里，坏脾气，对啊，我跟我妈一样啊。我觉得这对我来讲这算称赞吧，因为我潜意识我接受自己是啊，对，而且我一直在练习对人家生完气之后不要再生自己的气。各位，这不容易耶！你看我的修行跟你们都不一样，你们都在修行自己不要对别人生气，对不对？我都在修行对别人生气完不要再生自己的气，然后觉得很舒服这样子，好像那个龟鹿二仙胶有没有？吃完觉得通体舒畅，对身体没有负担，龟狼就舒服，你敢不敢？你们是在修不要生气，我是在修生完气之后不要自责，不要生自己的气。你们都在修不要做错事。我都在修做错事之后如何再错第二次，以便我可以在哪里跌倒在哪里躺好。你们都在修不要丢脸，我都在修丢完脸之后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会发现修的不一样。你以为你为什么笑那么开心？我们给玉文鼓掌一下。玉文真的很棒，我们基金会的头号大志工，赚100万捐10万，他这辈子他的愿望是要赚捐1000万，他要捐1000万，所以他这辈子为了捐1000万，他要赚1亿。对，给他鼓掌。他其实他的目的是要捐1000万，他其实不是想要赚那1亿，那是不得已的。他不得已的，因为他发愿他要捐1000万，所以他就跟老天爷许愿。吸引力法则知道吗？是。他跟老天爷说：“我要捐新时代赛斯教育基金会1000万，所以老天要给我什么？1个亿。对，来各位算一算，1亿减1000万还剩什么？9000万。来，愿意签这个合约的，请举手。举手啊，好不好？各位，按照这个等比啦，你为了要捐1000万，所以你必须要得到什么？1亿。所以老天要给你什么？1亿，为了让你什么捐1000万。来，各位，我先回到这个题目你们不要一直以为我们都是被潜意识左右跟影响的。来，我再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赛斯讲过一句话，你不要太高估潜意识的影响力。各位，就是当你太过度高估潜意识的影响力，就表示你对现在这个自己其实是没有自信心的。所以赛斯心法不会过度强调潜意识对我们的影响力，它会强调当下威力之点就是你，所以你可以改变过去、现在、未来。各位，潜意识影响你是因为你想被它影响，可是你也可以不被它影响。
你才是自己真正的主宰，不是潜意识，这样明白了吗？因为有一些扭曲的心理学说把潜意识讲得多厉害，对啊，我们都被潜意识影响你是猪哦，你就没有影响力哦，潜意识叫你当猪你就猪哦，你就猪哦，每次我不小心踹你脚不是我是潜意识，对不对？各位就是这样推卸责任的吗？对不对？每次做了什么坏事就说什么潜意识啊，像学生很多思觉失调的个案幻听嘛，每次做坏事就说是潜意识啊，潜意识叫我骂你，潜意识叫我打你，潜意识叫我骂你是猪，我说你少来了啦，当然是潜意识我同意了，那你自己不同意，潜意识会同意啊？这个我再回到一部分哦。当我们现在强调潜意识，在觉察潜意识，并不是忽略了你该为自己负起的责任。对啊，比如说你孩子功课不好，爱玩妈妈不是我，是我的潜意识，呆了一啊，我也不是打你，我是打你的潜意识。这样各位知道我的意思？所以下次跟人家打架的时候就要说什么？是我的潜意识打你，不是我。好，当然意识跟潜意识是相互作用，但是你不能把所有的过错、所有的主导权都推给潜意识。是啊，所以我们刚刚讲意识要什么？负起责任。好，所以当把潜意识意识化的时候，就是意识要负起责任的时候。整个赛斯学派不是要把罪过都丢给潜意识，因为过去我们的心理学犯了一个很重大的错误，把什么都归咎给童年。因为我童年父母不爱我，所以我不会爱你啊。因为我小时候家里很穷啊，所以我自卑啊。对啊，因为我小时候怎么样啊，所以我今天就这么糟糕啊。各位，如果以活在当下的理论，你今天糟糕是因为你今天糟糕，跟你的童年有什么关系？我现在之所以这么不快乐就是因为我过去怎么样？各位，你现在之所以不快乐，是因为你今天没有好好的活在当下，好好的修行啊，好好的自我负责啊。刚过去什么事？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习惯把一切都推给什么？过去。各位，我们习惯把一切都推给过去，我们甚至习惯把一切都推给什么？童年。你看，小时候就是因为童年怎样？小时候就是因为我家境怎么样，所以我今天怎么样？小时候就是因为父母对我怎么样，所以我今天怎么样？各位，所以过去变成你很好的借口啊。对不起，这不是赛斯心法哦。好，我们从活在当下，这是一个最表浅的概念。从活到当下到当下是威力之点，就是当下的自己要为自己负起全部的责任。那全部的责任就代表说，如果你过去你认为你被你的潜意识左右，那你就要把你的潜意识什么意识化，就是重新把你的主导权怎么样拿回来。好，就像比如说我再回到我刚太太那个例子，好，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其实如果你既讨厌你妈妈不去用洗碗机，可是当你妈妈不去用洗碗机，你又觉得自己不去帮妈妈洗碗觉得很自责，那请你把这个罪恶感拿掉。对，那内在的实相改变就会带来外来实相的改变。什么意思呢？后来我太太就去遇到一个皮肤科医师，跟他说，你这个就是因为你擦的药膏过敏。原来之前的药膏刚开始有效，越擦越过敏，原来这是他的过敏反应。后来就是他换一个药膏，结果现在就几乎完全好起来了。可是我一直知道我太太很多的病都是因为她对她妈过敏。那过敏性疾病知道各位去找，当然你可能对尘螨过敏，你可能对什么过敏，但是你要去找你对谁过敏，有没有？你对谁过敏？你对爸爸妈妈谁过敏？你对这个世界什么过敏？来，学士讲政治的笑话。如果你是坚定的绿色支持者，你现在有没有对白色很过敏？好，白色的衣服都丢掉，有没有？像很多个案家里都没有绿色的衣服了，因为他觉得绿色都是什么绿区，是吧？各位，你对什么过敏？当然，肉体层面你可以找到你的过敏性疾病，3大遗传性过敏疾病嘛，
气喘、异位性皮肤炎、过敏性鼻炎，各位。那你要找出你对你们家的什么东西过敏。比如说，像我有一个个案，后来我就问他，你要不要回答许医师，你对你们家的什么东西过敏？他说对他们家的重男轻女过敏。他不高兴，他不高兴，对啊，所以你要找出到底对什么东西不高兴。好，所以潜意识的部分是我们一辈子要不断的觉察的部分。好，我们才可以慢慢化解。我们需要休息吗？中间？没有要休息是吧？剩20分东西怎么卖？那我们休息5分钟。好，因为咱嘛是爱刚上服务时间，买物件嘛是爱卖啊，对不？好，来5分钟，赶快买一买，赶快回现场。来5分钟，来许师继续回到刚讲赛斯心法的活在当下。好，我再回应一下一开始跟各位提到的。好，我不期待各位你在当下立刻可以解决你所有的痛苦跟烦恼，但是我一定要跟各位强调，你绝对有能力借由活在当下，而让自己短暂的离开痛苦跟烦恼，借由专注在 A 来打破或转移你不断的专注在 B， 那个 B 可能是什么？痛苦、焦虑、烦恼、后悔或自责。好，你绝对有能力这样做到，所以这是一个你们对自己意识的训练。各位，好，再更往前进，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转念。但转念有时候它只是很表显的东西，是心境的转换。心境的转换，那对不起，是要经过练习跟修行的。那我们的当下，活在当下，一定要结合上赛斯心法的当下式威力之点。当下式威力之点，它的心理学的基础在于所有时间的同时性，所有你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可以在你的当下重新改变，甚至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的生命历程，你可以在当下重新开始。来，各位，这是一个赛斯心法很重要的理论基础。为什么？因为它不会让你觉得你被你的潜意识掌握，它不会让你觉得你被你的过去掌握，它不会让你觉得你被你的原生家庭所决定，因为它让你所有的力量回到什么？当下。好，其实就是佛法那一句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它就是在讲当下威力之点的概念。那我们再来讲意识跟潜意识，其实意识跟潜意识是不断的交互进行。那我试着解释一下潜意识。潜意识有几个作用，一个作用是作为意识的负能量，意识的痛苦、悲哀、不想面对的、压抑的，你会放在潜意识。各位，所以比如说许医师在做心理治疗，做一做，可能个案就想到过去的某一个悲伤的故事，他可能告诉我，他好久就忘记了，可是为什么他现在又浮现出来了呢？或讲到某一个伤心的事，他又开始痛哭流涕，为什么？因为他不断的在清除过去潜意识的什么悲伤。好，比如来讲，假设我帮你做催眠治疗，各位，你可能回想到你3岁的时候，被你的爷爷奶奶带离开父母的身边，你可能回想到你3岁的时候、1、2岁的时候，父母亲妈妈离家出走，或像我3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带着哥哥跟2个姐姐从云林土库到台北去，就把我一个3岁的小孩，其实是2岁啦，孤苦伶仃的留给什么？外婆。各位，那重点又是妈妈又没有给外婆钱，那个对待不一样。又是外孙，妈妈什么又没有给钱。各位，给钱跟没有给钱待遇差很多。各位，你看2岁3岁的我，各位，然后爸爸妈妈突然什么到北部去，
然后把哥哥2个姐姐带走，把我留给外婆。你觉得我的潜意识里面有没有这种被抛弃的恐惧？对啊，不是长不高，是后来为什么我在11年前会爆发恐慌症？为什么我会娶一个老婆？这个老婆不爱出门，只要我回到家，她就在家里。然后这2天我要出来，她就跟我说：“有一天没有看到你会怎么办？”她怎么办？各位，我怎么会创造出这样一个老婆？为什么？因为我的潜意识被我父母亲抛弃过，所以我就会兜兜转转找一个什么，不爱出门的老婆，对，然后一直都守在这个家，各位守到我都觉得很烦。有时候，跟他吵架，好开心，终于可以一个人了。终于可以一个人了，对，每次跟我吵架，他都很难过，我都很开心。为什么会有这个潜意识？都是3岁那时候，因为一个2、3岁的孩子觉得被爸爸妈妈怎么样？抛弃了。所以各位，所以要不要去觉察？我跟各位讲。许医师把很多佛法的修行变成赛斯心法的心理治疗跟修行的一部分，因为当你觉察到你的潜意识，你就解脱了，不然你就一直被这个潜意识，就是我们讲的习性跟惯性，甚至刚徐医师提到，包括你累生累世的习性跟惯性，你一直被这个潜意识牵着鼻子走，然后你一直被惯性牵着鼻子走，各位。那觉察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察到了，我把这个潜意识的痛苦，把这个潜意识的压抑，把这个潜意识的什么创伤，我看到了，我看到那个创伤了。然后你甚至会留下什么那种感动的泪水。我终于去挖到我的潜意识在当年的那个痛苦的创伤。比如说你曾经来举我当例子，像我是念建国中学嘛，很多当年我们考上建国中学的孩子，各位都造成巨大的创伤，因为你本来就是班上第1名，到了建中变全班最后1名，怎么受得了？后来长大之后，一次回学校都没有，同学会从来不出席，为什么？因为那个创伤。那创伤没有疗愈，你走不出来。所以真正的疗愈，第一个是把你潜意识、你过去的创伤。来，各位记不记得你第一次谈恋爱，你是怎么样被抛弃的？这你当年在学校，各位家境不好，到了假日、中秋节到了，同学都送礼给老师，你们家就送2串香蕉，对不对？然后，如果你以前求学的时候功课不好，来，请问有没有种下潜意识的自卑？来，各位，我这样讲实话，徐师花多少时间去处理我小时候家境不好的自卑？徐师长大之后又花多少时间处理我没有长得很高的自卑？所以每次我到现在听到人家讲高富帅，高富帅，我心里就一把火。什么高富帅？什么高富帅？高富帅什么？各位，你再讲一遍看看，对。因为我们就长不高嘛，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当你不去觉察这个潜意识，你是不是一直在命运的什么痛苦的轮回跟枷锁，一直在轮回当中不得解脱？所以赛斯心法的觉察潜意识，不单是解脱你这一世，还解脱你的每一个转世，因为每一个转世也都储存在潜意识。各位，包括你的人际关系，包括你的亲子关系。是啊，包含我妈现在还没放过我，你觉得跟潜意识有没有关系？有啊，我妈就常讲没有花到我的钱，她很不甘愿啊。为什么我的钱都是我太太在管，然后我给我妈都是定额，有没有？对啊，各位，好，如果你不去觉察你的潜意识，你可能一辈子在痛苦纠结的
恩怨情仇里面不得解脱。好，所以潜意识里面隐藏着我们很多没有处理的这一世的悲伤、压抑、痛苦。各位，有时候甚至你连想起都不想想起，你连想起来都不想想起。好，但是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把它挖出来，如果挖出来对你有好处，那我们就挖；挖出来没有好处，我们就不要挖。心理治疗是要评估的。好，再来，潜意识是什么？来，我再讲赛斯心法的精髓。潜意识是我们的本我，我们的本心，我们的如来自性的爱、智慧、慈悲、创造力、喜悦跟神通的通道。来，这在心理学里面没有这个理论，赛斯心法才有。这时候应该要有掌声，因为心理学根本嬉笑。刚讲到哪里？潜意识就是我们内在神性跟佛性的通道。所以今天当我们把潜意识意识化的时候，就表示我们要开始慢慢打开我们心灵的潜能。所以整个赛斯心法，好，许是最近在上课，各位，许是过去20-30年用赛斯心法带领各位恢复健康，得到健康。许是过去20-30年用赛斯心法帮助各位创造丰盛、创造财富。许是过去20-30年用赛斯心法帮助各位创造幸福、快乐、喜悦。各位，现在我要更进一步，因为当你健康了，各位，健康是工具，是方法，是手段。快乐、幸福是工具，是方法，是手段。财富、丰盛是工具，是方法，是手段。因为这些东西最后都是要引导你回到心灵的爱、智慧、慈悲、创造力、喜悦跟神通。各位，你看健康你没戏哦，你看好呀，你把写戏呀，你带不走1毛钱，你带不走1块金子。各位，你再幸福，你要不要离开物质实相？所以最后所有东西要回归什么？我们要慢慢打开我们的潜意识，因为当我们的潜意识慢慢打开的时候，我们才会慢慢一点一点的去让我们内在真正的神性、真正的佛性、真正的爱、智慧、慈悲、创造力、喜悦跟神通慢慢怎么样浮出来。各位，那才是你的真如自性，不然你活着干什么？你来参加轮回系统干什么？对啊，你为什么来当人？啊，好个你是不爱我好个啊？像我没有小孩，我是不我好个啊？对不对？要健康，我一下健康，我每天要健康，我要干嘛？各位，身心灵。对啊，对，就是因为我这么健康，我才能回到心灵，我才能在那边蹦蹦跳跳，我才能到全世界各地推广赛斯心法，对不对？所以你的健康是为了让你更回到你内在的喜悦，让你更去做你想做的事，最后把你的健康化为心灵的学习跟成长，这才是真正赛斯心法的目的。所以赛斯心法的学习者最后都是借由健康、丰盛、喜悦，他只是要当工具而已，而且是必要的工具，是要标准配备，叫标配。学识已经超越这些东西了，明白了吗？就像我们的潜意识一样，潜意识已经不是我们要追求的，而是如何把潜意识这个通道打开。好，可是一般人的潜意识没有打开，因为他堆了太多无用的家具，一些就像你们家走廊或是储藏室堆满东西，潜意识通常累积了很多的杂物，很多的恐惧。各位，这些恐惧如果没有清除，你是不可能从结丹期进入元婴期的。没有啦，开玩笑，怎么讲到修仙小说哈？这些恐惧没有清除，你不可能明心见性。所以为什么所有开悟的人都会接受恐惧的面对？如果你面对恐惧没有过，这叫走火入魔。什么叫恐惧？你累积多少恐惧？各位，你的潜意识累积多少恐惧？怕权威不喜欢你，怕大家不喜欢你，怕自己表现不好。各位，怕老，怕生病，怕死。有没有怕死了？有。我们有多少恐惧没有处理？各位，你认为你没有处理好这些恐惧，
你的潜意识会放过你吗？各位，怕你的伴侣离开你，怕小孩子长大之后不要你了。好像后来我就觉察到我父母的恐惧，怕孩子不爱他，怕孩子不要他，甚至怕孩子看不起他，对不对？像你们电脑也不会，手机也不会，什么都不会，你觉得你孩子会尊敬你吗？不会，他就是一脸鄙视的眼神看着你，这也不会哦，他早就开始看不起你了，是不是？我们家的鸟都看不起我。好，各位，所以当我们开始慢慢去处理我们的潜意识，我们有很重要的一个关。对，当你要飞升的时候，最后你要面对什么？恐惧，就是你的心魔。这样各位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哈？你不可能最后开悟解脱而没有面对你的什么心魔。所以当潜意识要意识化的时候，各位，在古代这个东西是很难的，要经过7年到3年的精神分析，基本上免开你500，免开你1000，好好学习赛斯心法，好好听有声书，好好做冥想，好好跟着我们的 Rita 主任，好到台中，好上读书会也好。各位，潜意识在正统心理学里面是很难探索的，但赛斯讲一句话：没这么深啦，浅浅啊尔啦，没这么深啦。各位，只要你有心，慢慢把潜意识意识化，慢慢把潜意识里面很多的痛苦、压抑、委屈，包含甚至累生累世转世的恐惧，化解掉。然后当你这一步慢慢清的差不多了，各位，就是你的自信如来要慢慢怎么样浮出来的。你开始要慢慢走上真正修行的道路，就是从潜意识再通到什么内我意识，就是我们讲的灵性、神性跟佛性。而最后所有的宗教就在讲这个东西。但是为什么宗教到现在没有办法呢？因为他们没有通过潜意识，没有，他们在外求那个神性跟佛性，神性跟佛性不假外求，叫什么？回归自性，就回来好好的面对你自己，你才可能慢慢的走上这条路。所以徐医师跟我们的团队就是要把这条路走通。因为我常讲很简单，我自己一个人学赛斯心法，快乐、喜悦、健康、丰盛，我不过瘾，我要带领各位，好，否则我要干嘛？再来更实在的是，光我跟我们的团队走上这一条道路，开悟解脱，甚至回来化解累生累世的业障，打开内在的神性跟佛性。各位，我一个人走也是走，我带大家一起走也是走，为什么不带大家一起走？反正我闲也是闲着啊，我已经也这么可爱了，我已经也这么丰盛了。各位，来都来了，来地球都来了，为什么不带大家一起走？这就是我们基金会的目的，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